本期内容分享一下地狱阴曹地府的内容。之前视频里曾说过，跟随通阴的大师和童子一起来到阴曹地府，在阴曹地府看到了前5站，分别为土地庙、鬼门关、黄泉路、望乡台、恶狗岭。本期内容我们接着上次的内容，继续来说说后面还有哪些惊悚的内容。阴间第6站金鸡山。金鸡山峰2道岭，笔直的山峰都要一点一点的爬过去，形象的比喻就好像要从鸡背爬到鸡冠上一样，只有翻过这金鸡山才能到达丰都城。这恶狗岭和金鸡山都是所有灵魂必须要过的2道关，只有过了这2道关才有资格担任鬼魂。一入金鸡山，一群一群的公鸡迎面扑来，那铁嘴和秃鹫的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下一下的都要扒瞎灵魂的双眼，扇动的翅膀更是让你无法睁开眼睛，那锐利的爪子更像大黑爷手里的抓魂钩，一爪子就可以让你皮开肉绽，深入5脏6腑，并且不抓出你的心肝不算完事。大家可以想想世间杀鸡时候的样子，现在就是一个个灵魂站在了鸡群里被杀的感觉，想必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理解什么是待杀的感觉了。这才想到世间入殓时候尸身胸口上的瓷碟装着5谷粮，也都是为了过金鸡山而备，可见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规矩都是有道理的。换个角度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愿意自己故去的亲朋好友让鸡摧残呢？阴间第7站野鬼村。继续向前，突然人山人海，彩旗飘飘，好像举行什么聚会，有扭秧歌的，有舞龙舞狮的，热闹非凡。这便是到了阴间第6站的野鬼村。其实表面上那些热闹的场面皆是幻化而来，都是那些过了恶狗岭、金鸡山肢体不全的灵魂所幻化而成，因肢体不全无法前进，只得在这里滞留聚集，等那些被热闹迷惑的健全灵体到来，趁机下手，找到新的肢体换到自己的身上，好继续前往阴曹地府。只见那些被迷惑的健全灵魂根本无法挣脱这些魔爪，一阵阵痛苦的哀嚎，血肉模糊，撕心裂肺。此时却看到有一些健全灵魂可安然无恙的过关，不知缘由，便问童子。童子答曰：皆是杨氏眷属在亡人灵前焚化了买路的3斤6两纸钱，健全灵体拿着这买路钱方可顺利过关。说罢心中便想，原来这里也是一样，有钱能使鬼推磨。阴间的第8站迷魂殿。继续向前，前方有一凉亭，亭内有一口深井，正冒出滚滚泉水。这是阴间的第7站迷魂殿。过了这里，便到了阴曹地府丰都城。凡人切记到了阴曹地府，万不可多管闲事，东张西望，与人搭讪，胡乱吃喝，不然仙体受损，难以还阳。下面这凉亭正是迷魂殿，冒出的泉水正是迷魂水。过了前方几个关口的灵魂，到达此地必须要饮这迷魂水，这样才会能嘴吐真言，如实禀报阳间种种罪行，等候十殿阎王的审问。同时喝了迷魂水，就是大罗神仙下界也难以还魂归阳了，只有安安心心的成为鬼魂，等候发落。看到过往此地的灵魂，心中的怨气早已减半，一个个井然有序的排队饮水，前往丰都城。一语点醒我这梦中人，若是阳间也能有此泉水，岂不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一路阴风行云，终于看到前方一座城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人与鬼，鬼与人，人鬼殊途。下一联阴与阳，阳与阴，阴阳永隔，没有横批，一块黑匾，金漆所写丰都城3个大字挂在中央。阴间第9站丰都城。走出了迷魂殿，便真正的进入了阴间，进入到了阴曹地府丰都城。
丰都城门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极其庄严行政单位，高高在上，让人庄严起敬。真是向上看，看不到星辰日月；向下看，看不到土地哀沉。进入丰都城，里面共有2道城门，在2道门和头道门之间有2盏灯火高高悬空漂浮，却纹丝不动。一盏光亮无比，一盏昏暗黑沉。按灯走下去，进入了玉石雕成的2道门。一进入2道门，便看见了并排排列着10座城门，分别是1殿至10殿阎王殿。每个殿堂门口都有阴兵把守，阴兵穿着并不是彻底的古装，只是上身穿着的制服是古代的款式。阴曹地府的阴兵也都是有轮回和替换的，不少的亡人也都可以担任阴兵鬼差。各殿门口的阴兵，有的认真核对灵魂手里的批票，有的检查灵魂魂头的高矮尺寸，每个都是井然有序的在工作，毫不逊色于人间的行政部门，甚至比人间的部门更称职。并且这里的鬼差都是奉公执法，清如水，明如镜。到达这里的鬼魂心中也都知道自己已经死亡，安分了不少，有序的排队等候各殿阎王的审判。阴间第10站，18层地狱。信佛习道之人都知道18层地狱，我过阴看到的18层地狱和书中描述的完全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地狱里的刑罚都比描述的更残酷，更真实。那种痛苦的感觉，凄惨的场面，只有亲眼看到的人才能够体会到。18层地狱是单独的一座城门，并不在10殿阎王殿的排列中，它单独设立。但是10殿阎王殿和18层地狱内部都是相通的，各路灵魂从1殿开始过堂问审。我们常说的照视镜、红铁柱、魔人台等等刑罚工具都是真实存在的。掌管这些刑具的阴兵也真都是青面獠牙，没等上刑具都已经被吓得半死。一般的灵魂在通过第1殿的审核后，阳世3间的时间也应该是亡人的头七了。这个时候1殿阎王都会重新发出批票，交给阴兵，各路灵魂都要带上捆仙索，头七回魂，进行为鬼的第1次头七返阳，看望亲朋好友。如果有耽误时辰，不肯返回阴间的鬼魂，那么捆仙索就会开始拘禁灵魂的魂头，施展灭魂大法，让不肯返回阴间的灵魂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头七过后，返回阴间，继续等待审问。1殿1殿的走，1殿1殿的过，有委屈的一定还你清白，行贿送礼作恶的一定严惩不贷。各个殿堂都是明镜高悬，为民做主，在这里恶人善人都会得到该有的因果报应。同时常说的枉死城、阴灵城等等，都是这18地狱的城中城，只要有犯下这样罪行的人，谁也逃不过。在这里介绍一个地狱刑罚，血水池。因为这个血水池所要惩罚的恶报和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越来越息息相关了。懂阴阳五行、奇门遁甲的朋友，或是看过黄历的朋友都能发现，在择日这部分都会看到沐浴吉日。在古代，沐浴也是有时间规定的，甚至是理发、洗衣服、出宫勤厕都是有说法的。这个血水池说的就是不合理利用水资源，浪费水资源，尤其女性朋友因为生理、产前产后的污血冲撞神灵的，都是要受这血水池地狱的惩罚的，都要喝完在阳间挥霍的污水后才可以轮回投胎。这就是为什么在女人死后要烧一头喝脏水的老黄牛的原因。珍惜水资源，爱护水资源，生活中大事小情，分分秒秒都有修行。看到血水池那些喝脏水血水的亡魂，那种腥臭难忍、难以下咽的感觉，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知晓。不过却已为时过晚。本期内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继续介绍死后的鬼魂住在哪里，阳间焚化的东西，阴间到底能不能收到？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还请关注小道士的频道，免得后面想看的时候找不到。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你所知道的阴间的样子。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